白月光回头的杀伤力有多大？大概就是和我结婚5年的老公，在得知初恋女友身患绝症时，义无反顾选择和我离婚，重新执子之手，与子到死。他们跪在我面前，十指相扣求我成全。后来，身患绝症的白月光没死，因为他们俩一起进了监狱，真正做到了共进退。法庭上，看着他们狗咬狗、一嘴毛的好戏，我感慨，果然是真爱啊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丽丽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眼前的女人从病床上爬起来，不管不顾地跪倒在我面前。我的老公和她十指紧扣，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坚定。人力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沉下脸，声音冰冷地说：“我不会同意的，你们死了这条心。”这个女人叫卢若若，是我老公聂远的初恋情人，如今得了绝症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。聂远告诉我想来医院探望朋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朋友是他了。他的钱包里一直偷偷藏着他的照片，我假装不知道，心里却一直有根刺。今天跟着一起来，也是想做个了断。我觉得卢若若身患重病，已经对我造不成什么威胁了。没想到她竟然直接握住我老公的手，当着我的面说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留遗憾，只想陪在最重要的人身边，甚至给我下跪，请我成全他们。这真是太荒唐了，我直接拒绝了。聂远却说：“我愿意，人力，我和若若已经错过一次了，我不想留下遗憾，将来后悔，你能理解我吗？”他眼睛里露出些许愧疚，还有即将得偿所愿的欣喜。聂远，你有没有想过他得了这种病，已经活不了多久了，你一个成年人就为了几个月的潇洒，连后果都不顾了吗？我冷脸道：“我不能接受和别的女人分享丈夫。卢小姐，你不用费心思了。”卢若若眼圈红透，柔声道：“我知道，对不起丽丽姐，可我真的……”说着，她紧紧抓住聂远的手，转头扑进他怀里痛哭起来。聂远把卢若若护在怀里，防备地看着我：“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对一个病人这么说话，你的教养呢？你父母……”我浑身一震，他的指责戛然而止，不自然道：“给若若道歉。我爸妈早就没了，从上初中开始，我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”聂远是知道的，他也知道这点最能伤到我。我没错，我喉咙干得发涩，却不愿意在卢若若面前落了下风，于是强撑着：“卢小姐，我和他是合法夫妻，现在也只有一夫一妻制，没有三妻四妾的。你们俩这么跪在我面前，是指望我同意你给他做小？”我又转头对着聂远冷嗤一声：“你好歹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不至于做出这种裹小脑的事吧？”聂远皱着眉：“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”我没有谈的必要。卢若若呜呜呜地哭起来：“你们别吵，别吵，都怪我，我不该生病的。我是想着我快死了，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聂哥。丽丽姐，你别和聂哥生气，都是我的错。”聂远蹭地站起来，脸上带着决绝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就听他说：“人力，我们离婚吧。”轰的一声，我脑子炸开了，这太荒唐了。他情深意重，和身患绝症的初恋女友心心相印，而陪着他5年，任劳任怨付出一切的我，仿佛是拆散有情人的恶毒女配。
可明明我才是那个名正言顺的。聂远见我没说话，自顾自辩解道：“离婚只是暂时的，若他这种情况，咱们都知道，他只是想在最后的时光有我陪在身边而已。可人力，你还可以拥有我一辈子，你懂吗？就这一段时间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补偿你的。”聂远往前一步向我伸手，我下意识避开了他的触碰。他有些受伤地盯着我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卖惨在我这里没有用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想想。卢若若突然笑出声来：“丽丽姐，又不是聂哥离不开你，干嘛说给他机会？你身为他老婆，却一点都不理解他。如果我是你，我肯定不想让聂哥留下遗憾。再说了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我的？”聂远欣慰地和卢若若对视一眼，卢若若甜美一笑，软声道：“聂哥，你能帮我出去买个酸奶吗？我有些话想和若若姐说，这是女孩子之间的悄悄话，不允许你听。”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聂远，二话不说就出去了。他一走，卢若若立马就变了脸色：“见不见啊你？男人都不要你了，还非要死乞白赖贴上来。”我强忍怒气，比起你这种抢别人老公的人，明显是你比较贱。他夸张地大笑起来：“是我叫你们离婚的吗？是他要跟你离的，大姐，又不是我要求的。你不想跟他在一起，你猜喽？”他摆出一副无赖的态度，让我受了一肚子气。得病是他不幸，可聂远明显也是被他蒙蔽。同是女人，我能看出来他不爱聂远。我要去告诉聂远，让他看清这女人的真面目。卢若若似乎是知道了我的想法，毫不在意道：“去吧，看他信你还是信我。”可就在我转头的瞬间，卢若若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叫，猛地摔倒在地上。而聂远不早不晚将走到门口，他脸色阴沉，大步跑进来。我被他撞偏了身子，差点被门框磕到额头，小指甲打到了墙上，从中间劈开，钻心的疼。应激反应让我的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。嘶！聂远扭头，恶狠狠瞪着我：“任丽，你太恶心了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，要是若若有什么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”十指连心，我疼得说不出话。聂远还在骂：“你爸妈死的时候，怎么没带着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一起去？”啪！我用没受伤的手狠狠甩了聂远一耳刮子，痛哭出声：“聂远，你当初在我爸妈灵前承诺过，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。”打完聂远，我没勇气继续待在医院。他早就忘了当初的誓言，不管说再多，他眼里也只会有卢若若。换做以前，我其实不会挽留。如他所说，我爸妈都不要我了，他不要我，其实我早就在脑中设想过千万遍了。我拿出一张 B 超报告单，看着上面孕4周的字眼，回想起医生温柔热情地跟我说宝宝情况的场景，我还是决定再给聂远一次机会。我和聂远结婚以来，一直都相敬如宾。原本我觉得这种平平淡淡白开水一般的感情，至少温暖可靠。直到今天在医院，我才意识到他不爱我。可我不想放弃这个孩子。聂远巨子质量不好，为了要宝宝，我提出去做试管，可婆婆不允许，她觉得是我的问题，便招法给我补身体。各种中草药，我几乎是当饭在吃。医院也去过无数回，我吃了那么多苦，才盼来这个孩子。
还没来得及将这个消息告诉他，我把 B 超单仔细叠好，小心翼翼放进包里。回到家，我打算先把这件事告诉公婆。叶远却紧随着我进了门，视线落在他和卢若若紧紧相握的手上。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？叶远给卢若若拿了一双拖鞋，体贴入微地蹲下帮她穿上，对我说话却极度不耐烦。你管得着吗？随后他高声，我带若若回家就是要换老婆。我控诉，爸妈，聂远他。公公啧了一声，打断了我的话。我这才发现，婆婆对卢若若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她亲昵地把卢若若拉到沙发上坐下。聂远端来温水，他们你一句我一句，聊得欢声笑语，竟是硬生生把我当成了透明人。我终于克制不住，冲过去拍了桌子。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婆婆冷笑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，你没本事还要让别人来帮你买单。我本来都不想说你，非要往枪口上撞，你说你何必呢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我管不住，你儿子道德败坏找小三，怪我管不住他，你怎么不说是你的基因有问题，生出来一个人渣呢？公公横眉竖立，厉声道：住嘴！我立刻冷眼瞥向他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公公脸色难看，却没再开口。婆婆没听懂其中的意思，指着我口水横飞。老娘说错了吗？不就是你没本事，嫁进来5年，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人家对门的李大娘3年都抱上2个大孙子了，你不是不下蛋的母鸡是什么？你不生，有的是人愿意给我儿子生。卢若若听到这话，居然连连附和。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，也没打算揭穿卢若若是将死之人的事实，主要是想为腹中的孩子积德。听到婆婆的话，我下意识拉开包包，想把那张孕检单拿出来。聂远一把拽住我的手，用力把我往门口拽。你在这里，若若会不开心，赶紧走。我挣扎不了，你会后悔的。聂远斩钉截铁道：我绝不后悔，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你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没有，我的钱要给若若用。你知道她情况特殊，你善良一点。我愣住了，就在我愣神间，聂远直接把我推出门外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上了门。外面天已经黑了。聂远一直为卢若若打算也就罢了，事到如今竟然连尊严和体面都不给我，大晚上还把我赶出来，简直是一点情分都不讲。我心底升起一股剧烈的不甘和绝望。我告诉聂远，想离婚可以，推迟半个月。他狐疑，人力，你别欲擒故纵，我不吃这套。我让他放心，只是想花点时间给你准备一个离婚礼物，为咱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已。半个月后，民政局别迟到。被推入手术室的那一刻，我闭上了双眼。宝宝，希望你下辈子可以找到爱你的爸爸妈妈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流产手术很快就结束了，我没着急进行下一步动作。休整了半个月，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。明天就是我和聂远约定离婚的日子。我把他从黑名单拉出来，主动给他发了条信息，提醒他别忘了。聂远的电话下一秒便打了过来。任丽，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气急败坏，可能是这些天联系不到我，突然急了。我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了一些。你别这么大声，
我之前答应了你要和你离婚，就不会出尔反尔，你知道的。”他愣了一下，冷哼道：“说好了，房子和钱我不会给你的。”没事。我轻轻吐出一口浊气，留着给你们买棺材好了。说完，不等他反应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顺手把他拉入黑名单。反正我已经把他通知到了，明天离完婚也没有再联系的必要了。至于财产，他那点钱我还真看不上。我和他的婚房当年是贷款买的，他们家为了防着我，哄着我写在了他爸妈名下，不算我和他的财产。那房子现在贷款都还没还完，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。至于钱，我早在看到他钱包里卢若若的照片时，就留了个心眼，每个月转移了一半出来。聂远想让我净身出户，肯定不会主动提财产的分配，他很自信，一定认为只要把手里的东西牢牢把握住，不给我就行了。但这样一来，他就不会知道我手里有多少钱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，聂远和卢若若早就在这里等着了。见我出现，两个人都齐齐松了一口气。我觉得有些好笑。聂远，既然来了，就进去吧。卢若若没说话，但已经主动过来挽住我的手，把我往里面拉了。我把手抽出来，不用怕我不离，我还怕你们反悔呢。聂远脸色有些尴尬，直到办完手续，离婚证到手，他们俩才恢复嚣张的神色。对了，你当时不愿意离婚，不是说要去给我准备离婚礼物吗？卢若若拽了拽聂远的衣袖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提这个干嘛？丽丽姐应该就是跟你开玩笑呢。丽丽姐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聂哥，可抓着一个不爱你的人也不会幸福。这半个月你应该是想通了，才决定把聂哥还给我的吧？看似在为我解围，实则暗示我不愿意放手，欲擒故纵，可惜失败。”我挑眉，看着眼前跳梁小丑般的两个人，从包里摸出一个瓶子，递给聂远。聂远怔了一下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卢若若不知道聂远的身体状况，她一脸吃惊的大叫：“血乎乎的，好恶心！快拿走！”聂远不敢伸手，我直接把瓶子硬塞到了他怀里，顺带还扬了扬手中的离婚证，笑得一脸大仇得报的快意。“诺，你的孩子啊！”聂远如遭雷劈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我说：“聂远，你不是想要有情人终成眷属吗？现在你可以尽管去追爱了，我和孩子给你让路。”就这么一会儿，聂远的眼球布满了红血丝，整张脸成了猪肝色，他抓住瓶子的手不住地颤抖。你什么时候怀的孕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卢若若被他的反应吓了一大跳。“聂哥，你怎么了？”聂远结结实实挥手甩开了卢若若，血红的双目紧盯着我。“告诉我。”我退了一步，冷声道：“刚查出来怀孕那天，是我陪着你去医院看卢小姐，你们俩跪在地上，求我给你们让路，让我成全你们。我那时候就想告诉你的，后来出了些意外，我想着回家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，想看在孩子的面上再给你一个机会。但你把他带回来了，我没来得及。那天是晚上，聂远，但凡你有点良心，没有在大晚上把我赶出家门，那你也不会不知道。”聂远痛苦地捂住脸，双肩剧烈抖动，不知道在哭还是干什么。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”他不断重复，语气说不出的绝望。他后悔了，
但我知道他在意的只是孩子，根本不是我们的感情。如果没有孩子，此时此刻的他只会庆幸把我甩掉了。卢若若现在旁边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说：聂远，这是你造的孽，别辜负孩子，好好陪卢小姐过完最后这段日子吧。卢小姐，你以后死了，看见我的孩子，麻烦照顾照顾他。顿了顿，我突然笑了。不过你们应该也碰不上。医生说孩子是天赐的宝贝，他现在应该回天上了。而你这种拆散婚姻的第三者，到时候是要下地狱的。卢若若火冒三丈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聂远顾不上他，抱着瓶子跌跌撞撞、失魂落魄地跑了。我回到租房时，聂远他妈的电话打了进来。犹豫了一瞬，我还是接了起来。手机立马传出哭天抢地的骂声：你个杀千刀的娼妇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！我的大孙子爱你，陪我大孙子。公公也骂：谁让你打掉的？那可是我们聂家的种。你这种女人要遭报应的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婆婆，人力，怎么你打胎的时候没死啊？这事咱们没完。我漫不经心地扣了扣指甲，悠悠说道：我都和你儿子离婚了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家生孩子啊？当初聂远说要换老婆的时候，你们两个老不死的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的。所以我说人要积德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你们家就是和大孙子没有缘分，聂远那样，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么一次上天眷顾他的机会，你们都不珍惜，老天爷也不会保佑他了。婆婆气得大吼：放屁！我儿子好得很，明明是你没用，别以为你打胎就能吓到我们。我儿子又不是找不到别的女人，反倒是你，现在就一个流过产的破鞋，这辈子都没有男人要了。他似乎觉得没有男人要是很恶毒的诅咒，不禁得意起来。我勾唇笑了笑：蠢货，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卢若若得了绝症，病得都快死了。你儿子为了他和我离婚，就是想在最后的时间开心一把。就他们俩的身体素质，你还想要孙子？我看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当孙子还差不多。对面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像是气得不轻。紧接着，婆婆愤怒的吼叫爆发出来：贱货！难怪你一天到晚吃那么多药，还敢骗我说是维生素，你陪我大孙子！电话里传来鸡飞狗跳的声音。卢若若被打得到处乱窜，她嚷道：聂哥，聂哥救我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然而回应她的只有聂远他妈的怒骂。我挂断了电话。聂远不像他妈，他是受过教育的，知道自己质量不好意味着什么。他妈对我实施那些不公平的差别对待时，他为了自己那点可悲的男性尊严，从来不说什么，也没有制止过。现如今没了这个孩子，他以后再想当爸爸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而沉浸在悲伤氛围中的他，在卢若若挨打时，一定会选择冷眼旁观。我叹了口气，只恨自己识人不清。我以往总沉浸在家和万事兴的假象中，却忘了那都是我一步步隐忍退让换来的。只要他没出轨，没有触碰到底线问题，我都会选择原谅。可不尊重才是真正的问题。他是不尊重我，才会对卢若若念念不忘，甚至想要再续前缘。但凡他把我当个人，平等对待，就不会做出这些丧心病狂的事。毕竟，帮助朋友的办法有很多种，不是吗？自从这一通电话之后，聂远一家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完全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在这期间，我重新振作起来，主动出门面试，最终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机会。生活有条不紊，比以前竟然好了不少。平静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，仅仅才过1个月，聂远居然找到了我的新公司。我不知道他找我要干什么，也没打算见他。接连几天，我都刻意避着他。公司里的同事多多少少知道聂远不是什么好人，每天下班看到他站在那个门，也会给我发信息通风报信。我专门躲着他走，但今天却没躲过去，他直接冲了进来，动静闹得很大，惊动了老板。他说1天没见到我，就会接着来，就算报警抓他也不怕，大不了拘留几天，再接着过来。老板无奈，只能让我去见见。我没想到他脸皮这么厚。你来干什么？卢若若这么快就死了？我没给他好脸色。聂远痛哭流涕，冲过来想抱着我。我脸色大变，你要是敢动手动脚，我就叫保安了。聂远这才愿意好好说话。卢若若，我把他赶出去了，我忘不了你，老婆。你离开之后，我才知道，你才是我最爱的那个人。咱们复婚行吗？我摇摇头，当然不行。聂远说，我真的离不开你，房子和钱我都愿意给你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你回来吧。少说这种恶心人的话，本来上班就烦，现在看见你更觉得恶心了。什么叫做我回去？掉进屎里的鸡腿，你能吃下去？聂远一愣，老婆，我赶紧叫停，打住，我刚刚说的不对。他脸色一喜，忽然开心起来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但还是继续说，你不是屎里的鸡腿，你就是坨屎，恶心了我5年也够了吧，少来烦我。骂完，我风一般的跑回公司。或许是见常规操作对挽回我作用不大，聂远竟铤而走险，爬上了我们公司大楼的天台，想用跳楼来威胁我。老板急得要死，使劲让我去劝他。消防员也十分紧张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不得已只能走过去，靠近聂远。他看见我十分开心，老婆，你是不是回心转意了？只要你愿意和我复婚，我马上就下来。我紧紧皱起了眉头，实在说不出违心的话。聂远神色一顿，道：你不愿意？他大喊大叫，高声道：要是不能继续和你在一起，那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已经很不正常了。我又往聂远那边走了几步，还剩1米远时停住。这个距离能保证我的安全，要是等会儿他破罐子破摔，想拉着我垫背，我也能在第一时间躲开。聂远还在不停说着那些恶心的话，我甩开嗓子说了句：你先下来。然后我站在众人都看不见的角度，用只有聂远听得到的声音说：要死快点死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。聂远完全愣住了，但我没管他，我又开始大声表演：你赶紧下来，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，我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。然后我继续小声道：你这种人就是该死，赶紧跳，不跳就是孬种。迅速说完，我故技重施。聂远咬牙，脸上全是不甘心。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眼神示意他赶紧跳。我知道他不敢，要不然现在肯定不会继续和我僵持下去。但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就妥协。他是死是活跟我又没什么关系。就在这时，聂远往身后的万丈高楼看了一眼，他一下子就怂了，害怕的双腿都直打哆嗦。
他想爬进来，可因为害怕，双腿发软，早就没了力气。原先凭借着要挟我而产生的勇气，早就被冲刷得一干二净。我害怕。众人一愣，我身后的人群静默了一瞬。聂远哭了，他哆哆嗦嗦地哭嚎道：“我没力气了，求求你们，快来救救我吧！”被救下来时，聂远鼻子眼泪糊了一脸，看起来格外恶心。我连一眼都不想多看。老板松了口气，当场就把聂远告了。他在公共场合跳楼，本来就属于扰乱社会秩序，是违法的，要被拘留。警方带走他时皱了皱眉，因为我也要参与笔录，于是和他们一起走了。路上，警官问我和聂远的关系，我如实道：“他前妻。”“什么时候离的婚？”“离了1个月了。”警官点点头，没再多说什么。我心里却觉得有些奇怪。果不其然，一到警局我就知道是为什么了。原来当初离婚时，聂远一家因为我打胎的事大受打击。公公婆婆认定大孙子是卢若若给弄没的，对卢若若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有事没事就打她，折磨她。卢若若只是和聂远在一起，又没有结婚，也受不了这种生活，忍了大半个月就跑了。聂远这才如梦初醒，去找卢若若，却没找到。他想着卢若若还生着病，也没有其他家人在这里，很有可能会去医院，就去医院找人。这一找可不得了，医院根本没有卢若若的重病档案，她是假病。医生说，这个女孩子是来做纤维瘤的微创手术的，这种手术一般都是良性，住2天院观察一下就能出去了。聂远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被骗了。我也很吃惊，毕竟当初聂远告诉我的时候，只说卢若若得了重病，是瘤子，是癌症。想来他估计是只看到了那个瘤字，就乱了阵脚，也真是蠢。这2个月来，聂远为了给卢若若治病，花了不少钱，该借的都借了，房子也早就拿出去做了抵押，负债累累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去警局报了警，理由是卢若若诈骗。回过头又想起我这么一个大冤种，千方百计打听过来，想找我复合。我有些唏嘘，却又并不意外。对我来说，聂远过得好与不好都跟我没关系了，只不过以他背信弃义的程度来看，我不认为他会和卢若若有多幸福。如果他今天没有被骗，那等到卢若若死后，他还是为爱欠债，一样会想着拉我垫背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聂远竟然敢挪用公款。警官在抓捕卢若若时，查到聂远给卢若若的钱里有一笔来路不明，所以这次聂远除了扰乱社会秩序，还有个挪用公款的大罪。原本这种情况，把钱还回去还能少判几年，可聂远入不敷出，连房子都没了，自然还不上。一来二去，竟然被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。而卢若若也因为诈骗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开庭审理时，我特意去到现场旁听。聂远看着卢若若，恨不得当场杀了她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他一定想不通。他总说男人至死是少年，就是个恋爱脑，想不通也很正常。卢若若嗤笑，为了前辈。聂远十分痛苦，他疯狂地挠头。我为了你，和我老婆离婚了，连我的孩子我都失去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卢若若厌恶地看他一眼。
语气里的嫌弃藏都藏不住。是我让你离婚的，不是你自己要和他离婚的吗？你老婆离开你，打胎，全都是因为你，怪我干嘛？聂远大受震撼，继而是更疯狂的辱骂。现场一片混乱。聂远的爸妈同样很激动，他们刚刚才知道住的房子被抵押了，马上就要进行法拍，也跟着闹了起来。庭审被迫终止，看着聂远被人按在那里，我起身离开了法庭，走在大街上，我的眼神逐渐坚定。前半生，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家，渴望被爱，却忽略了自己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，好好爱自己才是幸福的真谛。往后余生，皆是坦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